我真的不建议外国人在中国自学汉语。我公公在中国瞎学汉语翻车，一个粉丝当场翻脸。要不是我出面好好解释，俺家就塌房了。我公公这个加拿大老头来到中国以后，对一切都有一颗旺盛的好奇心和探索欲，别人说啥他都想学，想学呢又不会跟周围的中国人沟通，只能求助于另外一个外国人。这一瓶子不满给半瓶咣能当老师，教学成果是啥样呢？你们看一下公开课吧。我们去吃饭，上了一道羊蝎子，大胖媳妇就想跟他爸显摆自己熟悉每一道中国美食，就问我羊蝎子。张世炎，然后他呢又去教他爸，离他爸一共2米远，路上背了6遍羊蝎子羊蝎子羊蝎子。但是啊，这外国人背汉语词儿，他必须得一气呵成，一旦打岔全计算。这是火箭子，火箭子。I like good dress，good dress。我靠，火箭子。还有呢，我们家前阵聚餐，我二姨夫老姨夫跟布莱恩喝酒，我二姨夫看布莱恩喝得太慢，就跟布莱恩说：“来，走一个，你得走一个。”布莱恩就问大胖媳妇：“这啥意思？”大胖媳妇说：“走一个就是让你快点。”布莱恩说：“所以中国人想让你快点，就说走一个。”大胖媳妇说：“当然不是，只有东北人。”布莱恩对于这个新词儿跃跃欲试啊，到处找机会用，但最贴切的使用还当属布莱恩尿急那一回。揉一个，拿铁，揉一个，拿铁。你都啥样了？我还没有拉完呢！把门给我关上！把门给我关上！我真舍不得布莱恩走，他很喜欢中国，我还想带他旅游呢，但他后背有伤，坐飞机挺痛苦。我给他准备了 BKT 护腰坐姿椅 Plus 版，加大加宽，专为大体重人群研发，采用人体工学设计，做些自然贴合腰背，像有双手托着一样，缓解腰背空缺压力，随时随地护腰。但是这老头也真给我惹祸呀！你发现没？当一个人学外语的时候，好词儿他不爱学，就爱学那些损词儿，才能显得自己学的地道。在东北的时候，你们知道大胖媳妇跟我爸关系很好，因为他嘴甜，会捧臭脚。今年过年喝酒，大胖媳妇跟布莱恩夸我爸，那夸上天了都，说我老丈人大作家，一年呢写900多本书，你让他现在给你写个书法，那你回加拿大过海关你都得报备，因为你携带文物。我爸听了那就高兴，但有点不好意思，就跟大胖媳妇说：“你滚一边去。”大胖媳妇一听，滚一边去，跟布莱恩说：“听着这个词儿没？每次我老丈人一说滚一边去，就说明我夸到了他心趴上。”布莱恩说：“那滚一边是啥意思？”大胖媳妇说：“实话实说，我也不知道，但是大差不差，就是人被夸的时候表达一种窃喜吧。”离别之时啊，布莱恩就开始瞎用。我爸说：“布莱恩，你一定要再来啊！中国人民都很喜欢你。”我一边去。我爸问我他说的啥？我说这是法语。回到北京，我们去了博物馆，到那儿布莱恩也参与了中华传统文化小课堂，模仿古人做壁画。这时候有个粉丝认出来他了，画的这也太好了。滚一边去，滚一边去。这昨天不是西方的万圣节吗？吓人呼啦的。但是吧，我感觉今年国外这个情况呢，好像也不用特意额外花钱制造恐怖气氛了，差不多到量了。所以我吧，不知道别处，伦敦俺家住的地方，节日气氛反正不是很浓郁。但是俺家翟耀达呢，却是特别开心，因为他又看到了老朋友拉斐尔。这拉斐尔呢，是我女儿翟耀达幼儿园最好的玩伴。后来幼儿园的时光转瞬即逝，两人都在奔赴各自学前班路途的滚滚红尘之中，迷失了彼此。相隔数月，起初不经意的你和少年不经事的我，终于在炸鱼薯条店门口转角遇到了思念的那个他。正好呢，拉斐尔他妈回他的老家去了，我回国了。就拉斐尔他爹老拉菲和翟耀达他爹老奥仔两个孤独的灵魂，寻思就都跑俺家一块过鬼节去了。你别说拉斐尔是个小海王，你看人名起多文艺复兴。我是咋认识他的呢？当年我领我姑娘上公园去玩去，完就看着一个面带微笑的这么一个小帅哥就朝俺家走过来了，然后他自信地拉起了我女儿翟耀达的手，就朝不远处他妈妈的方向走去，然后在骄傲与淡然之间吧，就整了个手势告诉他妈，这是我女朋友。当时他妈，我亲爱的小拉菲，看在上帝的份上，我真的是受够了你这一套。然后跟我说，糟蹋的妈妈，我希望你不要介意，这已经是这个月第6个了。哎呀妈，给我逗稀了。从此以后我就特别喜欢这小拉菲。完，他俩昨天晚上呢就都上俺家来玩了一会儿，这小孩圣诞节这装神弄鬼这游戏。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有这种同感哈？就这些年在国外跟这帮外国人过这个万圣节哈，就是咱也理解，就是咱得是就入乡随俗嘛。但是我就完全 get 不到他的嗨点在哪儿。就这个节日，我就回想当年在加拿大跟他一块过这个万圣节哈，我公公60多岁老头提了这个就淌着血的道具手，就老假了，那流窜一晚上自嗨，那家摇哪儿的摇啊，逮谁吓唬谁。关键被吓唬那个也60多岁了，还坐过大桥，那家俩人一个完另一个
还有呢，往年的伦敦一到万圣节的晚上，你就看着这些年轻人都给自己画上这个万圣妆容去参加各种 party， 因为万圣节也是变装节嘛，就是你要给自己打扮成一个你想象中的角色。但是说实话，就绝大多数的真是就一点新意也没有。你往那个伦敦地铁上放眼望去，2大排基本都一个造型，凌乱金发护士妹，眼角2滴血色泪。当然了，我理解不了，也有很大原因是因为我作为一个外国人，对他们文化中很多细微的东西我还是不够了解。那就像我老公来中国也没少待，但有很多咱们眼中就老简单的事儿，在他眼中都是个谜。我今天给您讲一个他当年说的一个乐的事儿啊，我自己觉得老逗了，就算万圣节大酬宾吧。这万圣节它和清明节相似，源头上它不都是关于逝去的人的一个节日吗？然后有一年清明节呢，我老公就跟着俺家人去扫的墓。完扫完墓呢，我们就都到这个扫墓这个统一的地点烧了点纸。完我老公就问我，就是这些烧掉的东西是什么意思？我说就是按照传统呢，我们觉得逝去的人他需要啥，我们就给他烧点啥。哎呀，就是寄托思念呗。以前呢，就大伙都在就是自己家附近找个点儿各自烧。现在讲规矩讲文明嘛，就都要在统一的地点烧。我老公说啊，哎呀，之后很多年呢，人家一直记着这番话。完有一年我跟他俩在铁岭打车，我也忘了去哪儿了，他就往窗外瞅啊，就看见路边的街道上，尤其是靠近十字路口的地方，就是有很多小火炉，火炉后边呢就总会有一个人一边扒苞米一边烤苞米。是东北人都知道，这也算是就是东北一景了。完我老公感叹了，你老说东北人爱吃苞米，刚开始我寻思那爱吃还能有多爱吃，现在我终于信了，人都没了还要苞米呢，这真是跨越时空的红尘的爱呀，是了不得这是。我老公有个二大爷，一条腿，曾经让我用中国功夫给怼起飞了，真的我不骗你，真给怼起飞了。那是我第一次跟我老公上他家，我们一块开车从加拿大上美国看他二大爷去嘛，就是叫比尔。俗话说得好嘛，去东海岸让资本打滚，来西海岸看杀死比尔。比尔呢是个挺和善的老头，就是稍微有点没正经的。有一次我说我要做中餐缺块姜，他上城里给我买块姜，回来时候给自己打了个嘟嘟唇，那嘟的低头都看不着脚，然后还跟他媳妇一块做了个光子脱毛，完他还秃顶，回来时候浑身没有毛，漂白锃亮，完事整个脑袋上就一张嘴，像条海豚似的就进来了。完我当时还寻思呢，我不知道他这情况啊，所以我还寻思你这腿刮的太干净了，腿太好看了，不但没毛刮裤子，关键是没有腿肚子。然后海豚比尔呢，第二天早上就在他家这厨房煮咖啡，然后我就过去了。这时候我老公和他美国的一个好朋友呢也进屋了，是个墨西哥小伙，老帅了。然后我就走进他二大爷呢，我就发现这老头一个裤腿是空的。当时我就有一种直觉，我觉得他在骗我，因为他就没啥正经的嘛，以前装过喝醉，装过猝死，还装过自己是变装女郎、穿维密啥的，都给我骗了。所以我当时就一种直觉，就坚决不会再被他骗了。所以我当时我也不知道咋寻思的，反正我就你给我撂下，你给我撂下，然后他就起飞了，他真的他就起飞了。然后我不1.2米嘛，那墨西哥那小伙也没看明白是咋回事，就看不到啥玩意儿，呲一家就过去了，完比尔就倒了，而且他还不知道比尔一条腿这事儿，他就不知道我是怎么做到的。然后我老公也惊呆了，他知道比尔是咋回事，但是他忘跟我说了。他知道我人不咋地，但是他没想到我能对这老头下黑手。然后这个墨西哥小帅哥呢，看着我老公也下这样，就以为他俩在同一个下点上呢，就更顿觉神奇。问我老公，你刚才看着外头没？树叶都掉了。然后他继续追问，你也不知道你媳妇能这样啊？哎，他刚才他摸脑袋干啥？他缺气呀。我老公说他缺德。然后这时候我呢一回头，发现身后烤箱旁边放条腿，搁那审视我呢。我当时真是特别绝望。好在这个比尔大爷的性格特别纯良，一点没生气，说我就逗你呢，我看你这功力能给我怼哪去？朱门酒肉臭，人间看不透，此生就想踹起飞，被一个空腹 Chinese girl。我给人怼起飞肯定不对啊，但是这个事儿挺有意思，就是我还挺享受的。咱觉得挺普通的一个事儿，就带上一点东方色彩，就是非常容易让他们觉得很神奇。我老公第一次来铁岭，第一次看到药酒不敢喝嘛，现在媳妇儿都跑了，才想起来想延迟衰老，想自己泡药酒。完还问我呢，就是想自己找食材嘛，问我那药酒里边泡个大白萝卜是干啥呀？抵抗衰老咱不能用大白萝卜，药酒里头是啥呀？是人参，是虫草，是东方不老的瑰宝。所以皮肤想延缓衰老，还得用真的虫草。羽西这个虫草流金瓶呢，我以前就推荐过。我这个人呢，平时表情比较烦人，就总像别人欠我钱似的，所以我这个抬头纹、皱眉纹、法令纹就长得都挺要强的。这个用完之后呢，我说的这些纹路确实都会变淡，然后这个苹果肌了、什么下颌线了，我觉得贴上效果还挺好的。抗老不是需要玻色因吗？这里边含有9%的玻色因，可以促进胶原蛋白生成。9%这个浓度已经很高了，但是这个浓度的其他产品得至少1000多块钱，这个能便宜1半多。
还有珍贵的汉草虫草，可以减少胶原蛋白流失，和那个玻色因一块儿，中西结合效果好，长期使用能把皮肤的底子。更关键的是，不是618大促来了吗？比平时更便宜，所以我2次推荐。你们看，如果这个功效适合你的话，就加油囤吧。